no。哎，我住那间房啊。2025年3月的一个早晨，泰国曼谷发生了一次突如其来的强烈地震。地震震中强度超过7级，持续时间较长，造成了广泛的恐慌和混乱。虽然对于一些地震频发的国家，如台湾、日本，甚至是印度尼西亚，这种震级的地震并不算过于罕见，但对于泰国来说，这却是一次前所未有的灾难。突如其来的灾难让泰国人措手不及，从曼谷市中心的摩天大楼到北部小镇的传统木屋，震动撕裂了夜晚的宁静。警报声、尖叫声、建筑物崩塌的巨响交织在一起，整个城市陷入一片混乱。泰国并非一个地震频发的国家，作为一个地震活动较少的国家，泰国的建筑结构和防灾措施远未达到应对如此强烈震动的标准，许多老旧建筑在震动中倒塌或严重受损。绝大多数泰国人一生中都未曾经历过强震，因此当地震发生时，人们的第一反应不是避难，而是惊慌失措的逃跑。街道上，睡梦中惊醒的人群涌向户外，许多住在高楼中的居民试图冲下楼梯，甚至有人为了迅速逃生，冒险跳窗。灾难发生后，社交媒体上充斥着各种求救信息，许多泰国网民发布视频，记录下地震带来的惊恐瞬间。一名在曼谷某酒店的住客用手机拍下吊灯剧烈晃动、天花板开裂的画面，伴随着惊恐的喊叫声。夜市的一名摊贩在直播中被突如其来的震动吓得瘫坐在地，眼睁睁看着摊位被掀翻，食物散落一地。一座老旧建筑在地震中轰然倒塌，掀起滚滚尘埃，旁观者尖叫着四散奔逃。更令人痛心的是，由于缺乏地震防灾知识，许多人的错误逃生方式加剧了伤亡。有人在慌乱中被人群踩踏，有人因跳窗受重伤，甚至还有人因惊吓过度，突发心脏病不治身亡。地震发生后不到30分钟，泰国政府迅速启动紧急应对机制，消防队、医疗队、军方救援力量全力出动，努力抢救受灾民众。然而，由于泰国缺乏完善的地震应对系统，救援行动一度陷入混乱。就在这片混乱之中，一群人的冷静表现成为灾难中的一抹亮色，他们是台湾人。当泰国当地居民惊慌失措，四处逃散时，一群台湾游客和留学生的反应却截然不同。他们没有尖叫，没有混乱，而是迅速按照防灾演练中的应对方式进行避难。清迈一家5星级酒店的监控录像显示，地震发生后，大厅内的外国游客纷纷逃向大门，而一群台湾旅客却迅速蹲下，护住头部，并躲到坚固的柜台旁。他们的动作干净利落，仿佛是经过严格训练一般。我们从小就学过，地震时最危险的就是慌张乱跑，最安全的是趴下、掩护、挽住。来自台中的陈先生事后受访时表示，同样的场景也出现在清莱的一家夜市里。一名台湾女游客在地震发生后，立刻带着朋友蹲下，并躲到一辆停靠的货车旁，而其他摊贩和游客则慌乱地四处头窜，甚至有人在奔跑中跌倒受伤。在曼谷某大学的国际生宿舍里，一名台湾留学生杨同学展现了超乎寻常的冷静。他在地震发生的瞬间，立刻大声喊出：冷静，不要跑，蹲下，护住头。他的声音穿透了整层楼，许多慌乱的学生因此停下脚步，按照他的指示就地避难。随后，杨同学带领众人靠近承重墙，
并等到主震结束后才冷静有序地撤离大楼。当时如果大家冲下楼梯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杨同学说道，地震时最危险的地方之一就是楼梯间，因为它可能会坍塌，或者人潮拥挤造成踩踏事故。由于他的冷静指挥，这栋楼的所有住户都安全撤离，没有人受伤。而在同一所大学的另一栋宿舍里，由于学生们争相冲下楼，导致多人在慌乱中摔倒，甚至有一名学生骨折。在曼谷市区的移动台资企业办公大楼里，地震发生后不到3分钟，整栋大楼的员工就已经全部按照紧急预案撤离到指定安全区域。这次撤离的效率归功于我们平时的地震演练。台商协会的负责人吴先生表示，在台湾每年都会进行防灾演练，这已经成为我们的一种习惯。相比之下，周围的其他大楼则是一片混乱，有些人拼命往电梯里挤，甚至还有人因为惊慌过度晕倒。那么朋友们可能会问了，台湾人为何表现得这么冷静呢？面对突如其来的地震，台湾游客、留学生和台商展现出的冷静和果敢并非偶然，而是深植于他们的成长经历与教育体系之中。从小接受的防灾训练、真实的地震经验以及高度的安全意识，让他们在危急时刻能够做出理智的判断，避免因恐慌而导致更大的伤害。首先是台湾民众从小就培养的防灾意识。台湾位于地震带上，地震频繁，因此防灾教育是台湾人从小就必须学习的一部分。在台湾，我们小学就开始学习地震应对。一名台湾留学生说道，每年都会有地震演习，教我们如何避难，如何逃生。在台湾的校园里，地震演练几乎和升旗仪式一样常见。从幼儿园开始，孩子们就被训练要在地震发生时第一时间寻找掩护，而不是慌张逃跑。趴下、掩护、挽住是台湾教育体系里反复强调的地震应对口诀。这种训练不仅存在于校园，也贯穿于职场和日常生活。企业定期进行防灾演练，政府每年举办大规模的地震演习，甚至在电视节目里都会有关于地震应对的教学。在这次泰国地震中，台湾人能够迅速做出正确反应，正是因为他们的身体已经对这种情况形成了条件反射。许多欧美国家和东南亚国家并不处于地震带，学校很少教授地震应对方法，甚至有些人误以为跑出建筑物是最安全的做法。实际上，这在大部分情况下是错误的。当时餐厅里的一个英国游客，地震一发生就直接跑出去，结果刚到门口就被掉落的广告招牌砸中，受了伤。可见防灾教育的缺失可能会让人在地震中做出错误的决定，甚至置自己于危险之中。然后就是真实的地震经验，造就了台湾民众强大的心理素质。相比许多从未经历过强震的国家，台湾人对地震早已见怪不怪。许多人一生中经历过无数次地震，甚至在日常生活中也常常会感受到轻微的摇晃。小时候写作业写到一半，桌子突然晃一下，我们就知道是地震来了。一位台湾网友在社群平台上分享到，正是因为经历过真正的大地震，台湾人对于地震的威胁有着清晰的认知，他们知道哪些情况真正危险，哪些时候可以保持冷静。这种真实的经验使他们在泰国地震中能够快速判断形势，并做出最安全的选择。相反，部分外国游客的反应就相当激烈。有些欧美游客一听到玻璃破裂的声音就开始尖叫，有人甚至直接往外冲，完全没有注意头顶掉落的碎片。泰国地震发生后，许多欧美游客因不熟悉地震而惊慌失措，有些人甚至跑向危险区域，而台湾游客则表现出极大的冷静，迅速寻找安全区域躲避。这种差异正是因为台湾人长期以来的地震经验，让他们具备更强的心理素质和判断力。
还有政府的防灾宣传也是深入人心。台湾政府长期以来高度重视地震防灾教育，无论是学校、企业还是社区，每年都会进行防灾演习。此外，政府还通过各种渠道向民众宣传正确的防震知识，就比如台湾的地震预警系统相当先进，地震发生时，民众的手机会立即收到警报，并提示如何应对。新闻台定期播放防灾专题，科普正确的避难方式。地方政府会定期举办讲座，向居民传授避难技巧，并提供防灾包。这一系列的措施使得台湾人在面对地震时，比其他国家的民众更有准备，也更有信心应对突发情况。这里不得不说下台资企业的危机管理能力。台湾企业在海外经营时，也将这些防灾观念带到了世界各地。在泰国的许多台资企业都是有详细的地震应变计划，并定期进行演练。我们在泰国设厂时，就已经将防震标准纳入建筑设计。某台商企业负责人表示，不仅如此，我们的员工每年都会进行紧急避难训练，因此在这次泰国地震中，许多台商企业的员工能够迅速有序的撤离，而不是陷入恐慌。相较之下，许多非地震带国家的企业并没有详细的应变措施，员工在地震发生时往往陷入混乱，甚至做出错误决策，影响了整个避难过程。在泰国某工业区，台资工厂的员工在地震发生后，按照演练流程有序撤离，全员安全无伤。而旁边的一家欧美企业工厂，由于缺乏应变计划，员工在地震发生时惊慌逃跑，导致多名员工因踩踏受伤。最后就是台湾文化中的纪律与互助精神。除了科学的训练与教育，台湾人能在危机时刻保持冷静，也与他们的文化特质密切相关。台湾社会强调秩序与纪律，从小教育民众在紧急情况下要听从指挥，避免因混乱而加重灾害。台湾人普遍遵守规则，因此在危急时刻，他们能够迅速团结一致，而不是各自为政。此外，台湾社会也十分注重互助精神，这使得他们在灾难发生时，不仅能够自保，还会主动协助他人。在泰国地震发生后，不少台湾旅客主动伸出援手，帮助受伤的当地居民，或是协助引导避难。他们的冷静和理性不仅保护了自己，也帮助了许多泰国民众度过危机。相较之下，欧美游客的个体主义较强，遇到危机时往往倾向于各自为政，缺乏统一的避难行动，这在紧急情况下反而容易造成更大的混乱。泰国地震发生后，机场开放了避难区，许多台湾旅客按照工作人员指示有序进入避难区，但一些欧美游客则表现出焦躁不安，不愿待在室内，甚至试图争抢资源，导致避难区一度陷入混乱。这场地震是泰国人民深刻反思的时刻，也是一个巨大的警钟。如果泰国真的希望在未来能够应对类似的灾难，那么最急需的并非是对建筑的加固，而是对全民防灾意识的培养。接下来的日子，泰国社会内部的讨论愈演愈烈。我们是不是该加强民众的防灾教育？难道我们就不能像台湾一样，建立起全民的防灾意识？这些问题开始出现在泰国的电视节目、社交媒体以及公共论坛中，许多人开始意识到，灾难背后的深层次问题并不只是建筑的抗震能力，更重要的是人的意识和反应能力。有些声音甚至直接提出，泰国应该从台湾引进更多的防灾经验和技术。而且，竟然有不少泰国网友也在建议，我们不仅要学建筑技术，更要学会在灾难中如何保持冷静，学会如何帮助别人，学会如何通过实际行动来挽救更多生命。随着泰国社会对这场地震的反思不断加深，越来越多的声音开始要求政府采取实际行动。有分析人士指出，
这场地震不仅仅是一次自然灾害，更是一次文化冲击。台湾防灾文化的成功实践成为了许多人心中的榜样。如果泰国能够在文化上借鉴台湾，提升全民的防灾意识，那就不仅仅是建筑抗震技术的问题，而是一个全社会层面的进步。这句话不仅在政府高层的会议上引发了激烈讨论，也在普通市民中得到了广泛的认同。回到台湾，尽管他们已在防灾方面走在世界前列，但台湾人并未因此自满，反而台湾始终保持着谦虚的态度，不断总结经验，改进应对策略。正如台湾的防灾专家所言，防灾工作永远不能停止，因为灾难是不可预测的，我们必须时刻准备好。正是这种永远不能放松的精神，才使得台湾成为了全球防灾领域的标杆之一。而当泰国乃至其他国家和地区开始学习台湾的经验时，台湾人也深知这份责任不仅仅是对自己，更是对全世界的贡献。